大家好，我是莹莹手工。这一期我们来学一下这一款绿野仙踪的围巾钩织教程，用的是10克的雪宝线 4.0 的钩针，钩出来的宽度在26厘米左右，长度的话在1.7米左右，然后非常的简单又好看，很厚实的，不扎皮肤。为了大家能看得更加清楚，我用的是其他线材给大家演示。下来我们开始钩织。首先辫子针起针，小手指夹住线，刮到第二个手柱上，大拇指跟中指捏住，前面丢一点点线头就可以了。钩针在线的下面，从下往上绕上来，捏住这个交叉的地方，绕线带出来，这是一个起立针，不记住针数的。我们接下来绕线从这个线圈带出来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辫子针，第二个辫子针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5个，第6个，第7个，第8个，第9个，第10个，各 V 字代表一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起针方法给它起到43个辫子针。我这个43个辫子针起好了，然后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记号扣。接着我们再第2个辫子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在刚刚43个辫子针的中间入针，拉线出来，3个线圈的时候绕线带出前2个，绕线再搭传2个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长针。绕线入针，拉线出来，好，第2个长针，第3个长针，第4个长针，好，第5个长针，第6个长针。好，我们加上这2个辫子针的话，这里总共有7个啊。接下来我们开始钩剪针了。钩针绕线，穿入辫子针的针目入针，拉线出来，绕线带出前2个线圈，还有2个线圈就不用动了。钩针绕线，空掉一个辫子针，在下一个辫子针入针，拉线出来，绕线推掉前2个线圈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并带出，这样子就是一组剪针。绕线我们钩长针，拉线出来，绕线推掉前2个，绕线再推掉2个，一个长针，好，2个长针，第3个长针，第4个长针，好，第5个长针，5个长针钩好。接下来我们要钩架针，入针，拉线出来，绕线推掉前2个，绕线再推掉2个，钩一个锁针，绕线在同一个针目再钩一个长针。好，这里就是架针了，中间钩了一个辫子针，绕线我们又钩5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4个长针，第5个长针。绕线我们又钩剪针，绕线空一针，下一个针目钩织，一并带出。好，我们这个规律就是这里的话是剪针，好，这里是加针，又是剪针，好，钩5个长针，又是加针了，一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4个长针，5个长针，好，5个长针钩好，然后加针，绕线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绕线在同一个针目再钩一个长针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一组。好，又是5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4个长针，5个长针。好，绕线我们又是一个剪针，剪针中间扣掉一针。好，剩下后面会有丢个针目，绕线又钩5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第2个长针，第3个长针，
第4个长针，第5个长针，后一个针目里面是一个加针。好，钩织一个长针，捞线，还回到同一个针目，再钩一个长针。好，我们的第1排就钩好了，钩织第2排。我们首先第2个辫子针，可以在这个第2个辫子针上做一个记号扣，扭转一下方向，钩针绕线，在第1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。好，第2个长针，第3个长针，第4个长针，第5个长针，第6个长针。我们第1排跟第2排的钩织方法是一样的，我们这里是减针的时候也要钩织减针。好，残针未完成，空一针，下一个针目入针，3个线圈一并带出，这里就是一个减针，前面钩了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6个长针一个减针。好，又钩5个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钩加针，在这个动眼里面去入针，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绕线还回到同一个针目里面，再钩一个长针。好，这样子就是又完成了一组啊。我们这里是减针，然后这里是加针，又钩5个长针，减针，又钩5个长针，钩加针，然后一直重复到我们最后一针去。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规律把第2排给它去钩织完成。现在已经钩到了第2排的最后一组花型，第3个长针。好，第4个长针，第5个长针。我们最后一个长针是在这边上的2个辫子针的东眼入针，钩加针，绕线入针。好，我们的第2排就已经钩织好了，3排、第4排就是重复第1排、第2排的钩织规律。钩2个辫子针，扭转一下方向，绕线，我们在第1针上面钩一个长针。好，2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4个长针，5个长针，6个长针，绕线一个减针。减针的话，钩一个长针未完成，空一针，下一针目入针，3个线圈一并带出。好，又钩5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4个长针，5个长针，5个长针完成，在这个动眼里面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绕线还回到这个动眼里面继续钩一个长针。我们第3排跟第4排的规律都是跟第1排和第2排的钩织方法是一样的，大家找到这个规律就很好钩织。减针的时候记得中间空了一针，加针的时候我们中间是钩了一个辫子针。好，一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4个长针，5个长针，绕线，在这个动眼里面钩织一个加针，钩一个锁针，再钩一个长针。这个加针跟减针都是对应好的，再按照我们的第1排跟第2排的钩织方法，将我们第3排跟第4排去钩织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银手工，接上一个视频我们继续开始钩织。这4排长针的花型就已经钩完了，图解是钩了2排，我们可以钩4排或者是6排或者是8排都可以的，只要是双数排长针花型都可以。钩好最后一针之后，给它第3个辫子针，扭转一下方向，钩针绕线，在第1针里面入针，拉线出来。好，这样子有3个线圈绕线，带出前两个线圈在钩针上，接着绕线，又回到同一个针目拉线出来，绕线带线出来，这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目。绕线3个线圈一并带出，钩2个辫子针，绕线空2针，下一个针目里面继续钩织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。
绕线一并带出，又钩织2个辫子针，绕线扣2针。好，在这个动眼里面入针，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钩在绕线，我们这里下面是减针，然后中间这里空1针，下一针目里面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3个线圈一并带出。钩好之后，我们第2个辫子针，绕线扣亮2针，下一个动眼里面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绕线一并带出，又钩2个辫子针，绕线到了我们这个动眼里面来，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绕线一并带出。这里我们钩4个辫子针，绕线还回到同一个针目里面，再钩2个未完成的长针，钩2个辫子针，绕线扣2针，下一个又是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2个锁针，绕线扣2针。到了这个减针的地方，我们就是钩2个长针未完成针目，绕线空1针，下一个针目又是长针的未完成针目。好，3个线圈一并带出，这2个是挨在一起的，中间没有钩辫子针。好，我们钩2个锁针，扣2针，下一针目，钩2个辫子针，绕线又到了这个加针的地方，动眼我们任绕线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中间第4个辫子针，绕线还回到这个针目里面，再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3个线圈一并带出，钩2个锁针，绕线空2针，下一个找到这个规律就非常好钩2个辫子针，绕线空2针，又到了这个减针的地方，我们就要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中间不需要钩辫子针，绕线下面空1针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又接着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3个线圈一并带出，钩2个锁针，绕线空2针，又是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钩好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最后一个针目里面，在我们辫子针的这个动眼入针，也是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目，钩2个辫子针，钩好之后，我们绕线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1个长针，这一排动眼的花形就钩织好了。接下来我们钩一排短针，首先第一个辫子针扭转一下方向，第一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，可以在这里做记号扣，然后在这个动眼里面我们需要钩2个短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短针，再回到这个又钩1个短针，在这个小的动眼我们都是钩2个短针，针拉线出来，钩短针，又是1个短针。好，它们2个挨在一起的，我们从中间这里入针，钩1个短针就可以了。这里是1个动眼，我们钩2个短针。好，这里也是钩2个短针。到了我们这个比较大的动眼里面，我们钩5个短针，第1个短针，第2个短针，第3个短针，第4个短针，第5个短针，小的动眼2个短针，1、2，好，这里也是1、2，我们挨在一起的这里钩1个短针，好，这里钩2个短针，1、2，这里又钩2个短针，1、2，到了这个大的动眼，我们钩5个短针，第1个短针，第2个短针，第3个短针，第4个短针，第5个短针。好，在这里钩2个短针，1、2，这里也是2个短针，1、2，这在挨在一起的中间钩1个短针，这里也是2个短针。好，接下来这里也是2个短针，
到了最后这里，我们在这个辫子中间入针钩3个短针，1、2、3。好，我们这一排的短针就勾好了。这一排短针勾好的针数跟我们起针数是一样多的，大家可以去对应一下，看有没有勾对。我们勾2个辫子针，扭转一下方向。好，勾长针呢，也就是我们第一排长针的勾法一样的，第一个长针，第二个长针，第3个长针，第4个长针，第5个长针，第6个长针。绕线我们在这里要减针了，一个长针未完成，空一针，下一个长针未完成，3个线圈一并带出。绕线又勾5个长针，第1个长针，第2个长针，第3个长针，第4个长针，第5个长针。好，要在这里加针呢，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绕线，再勾一个长针。再来的钩字方法就是跟我们第一排长针，第2排、第3排、第4排，然后再勾一个动眼的花线，再勾一排短针，一直重复这6排的钩织方法，勾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就可以了。最后结束的时候是长针结束，然后如果喜欢做流苏的话，留一点点线给它做个流苏，不喜欢流苏的话，我们就把线给它勾完。围巾非常的简单，然后又好看，大家就自行的去完成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银手工。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这一期来学一下这款围巾上面的流苏制作方法。我们准备一条10厘米左右的线，然后再准备一条20厘米左右的线，拿出这个10厘米的线对折，穿到我们要做流苏的地方，这样子穿到这里来，穿进去，然后从这个线圈里面拉出来，拉出来之后这里打一个结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来做那个下面的部分，拿出我们的线，然后在这个4个手指上这样子绕10圈的样子，第3圈，第4圈，第5圈，第6圈，第7圈，第8圈，第9圈，第10圈。好，10圈弄好之后，我们可以把下面的线给它剪掉了，然后用这2根线给它穿到我们这个中间来，把结固定，打个10结，然后再打一次。我们首先拿出这一根长一点的线，然后这样子对折一下，对折，然后放到这个上面，然后用手捏住它，然后用这个长的线在这个捏住的地方这样子去缠绕，那就给它这样子多去缠个几圈，大概缠个10来圈的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缠完之后，把这个缠的线穿到这个洞眼里面，拉一下这一根线的另外一头，然后它就可以收紧了。然后这一头拉一下，这一头拉一下，然后就很紧了。很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给它剪掉，把多余的这个线给它剪了。好，下面的这个给它剪开，下面给它修平整，下面这样子修平整就做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然后我们一边可以给它铸4个，也可以就是一边4个一边3个也可以啊，根据自己的喜欢，可以多去做几个都可以了。喜欢的话赶紧学起来吧。